来到2020年，大多数人对苹果这间公司的印象应该就只剩下 iPhone。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，或者根本不知道，苹果成立40多年以来，除了 iPhone， 他们还完成过很多改变世界的创举。苹果如何改变世界这个系列的第一集，我们的主角是滑鼠。先让我澄清一下，发明滑鼠的人不是苹果，他只是负责把滑鼠推广到了全世界。发明滑鼠的人是他叫做 Douglas Engelbart， 一个美国发明家。早在1964年，他就发明了全世界第一个滑鼠。这个滑鼠四四方方，像一个小玩具车，底下有2个轮子，一个直的，一个横的，分别是用来辨识你上下滑动还有左右滑动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滑鼠跟现在不一样，可以全方位的360度乱滑。在那个时候，也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，电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普及。一般上用电脑工作的人，不是政府部门就是军事机构，一般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电脑，更不用讲是滑鼠。而不久过后 ，Douglas 到了 Xerox 这一间公司，他去参与电脑的开发。滑鼠的故事在这里才算是真正的开始。当时苹果致力于开发一款家用电脑 ，Steve Jobs 希望电脑是更友善的产品，不是只有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才可以用到它。他希望每间家、每个人，甚至是小孩子，都可以体验到使用电脑的快乐。这个电脑就叫做 Lisa。1979年，为了开发 Lisa，Steve Jobs 就拜访了 Xerox 这间公司。也是因为这一次的拜访 ，Steve Jobs 他看到了光。当时 Xerox 展示了很多技术，其中一个就是滑鼠。用滑鼠移动鼠标，这个概念在那个时候很新颖，十分的吸引 Steve Jobs。可是这个滑鼠有3个像瓜子一样的按钮在上面，制造成本还要300块，一点都不便宜。最惨的是，这个滑鼠基本上你用不到2个礼拜就会坏掉。Steve Jobs 肯定是觉得自己被坑了。OK， 你们不行，这样我就自己来。后来 Steve Jobs 直接花了4万块钱买了 license， 对 Xerox 的滑鼠进行了改良。最后用在 Lisa 的滑鼠只剩下1个按钮，底部也不是2个轮子，而是一颗球。这个就比较像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滑鼠。如果你小时候用的滑鼠已经是那种雷射的 ，OK， 你静静，我知道我很老。这颗球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一种 rubber 橡胶球，而是一个比较笨重的小钢球。比起轮子，球体可以辨识的不只是死板的横竖2个方向，它可以让你360度无死角的去滑动你的滑鼠。只可惜，最后因为售价的关系 ，Lisa 并没有卖得很好，滑鼠最后也只是昙花一现，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。在那之后，苹果内部发生了很多争斗，我也懒得一一赘述。Lisa 失败过后，到了1984年，我们的滑鼠终于回来了。这一年，苹果发布了颠覆历史的家用电脑 Macintosh， 它有前所未有的图像 UI 设计，就是所谓的龟。在 Macintosh 之前的电脑，屏幕上面都只有密密麻麻的代码，还要在键盘上面敲出指令才可以操作。基本上你必须是个 programmer 才会懂得怎么使用电脑。Macintosh 不一样，它是第一台拥有龟的电脑，桌面上面有着我们习以为常的图标、鼠标，所以理所当然的 Macintosh 大卖。
而我们的主角小滑鼠也随着 Macintosh 发光发热而变得熟为人知。一方面也是因为 Macintosh 它强迫用户使用滑鼠，它的键盘上面是没有方向键的，所以你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用到滑鼠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整个电脑行业被定了新的标准。电脑的标准配备就是一定要有龟、键盘还有滑鼠，而这个标准还沿用到了今天。我们的滑鼠也终于出人头地了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给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这样子我才有动力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我是 CCK， 下次见。